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台词功底被质疑，但演员的表演靠丰富角色设定支撑。台词追求活人感，核心在于情感真实和自然表达。诚意这次又成了话题中心。先不说他演技是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一口气几分钟连招，光台词功底就被全网翻了个底朝天。有人说他念台词像念课文，板着脸不带感情；有人说他台词千篇一律，听着累。可是我真心有点搞不懂，他演戏就真的是靠那几句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撑起来的吗？想起来，当年诚意刚出道的时候，人设还是蛮硬核的，酷帅又有点坏坏的视觉冲击，演什么像什么。比如《琉璃》里的靖王，算得上是有血有肉的角色设定，撑起了他的表现。你仔细看，诚意的戏路其实偏向情绪里的细微波动，不是随便一个字一个字用力嚼。那么多网友喜欢吐槽他台词板着脸，可实话说，哪有真演戏的演员会无时无刻爆发大戏量的感情？现实生活里，咱们谁是一开口就感情丰富，字字落地有声？很多时候，台词的活人感也就是情绪的自然流露，哪能全靠声音响亮或者表情夸张撑场面？再说个大家忽视的细节，诚意的表演往往是依靠角色设定来隐藏台词的不足。他不是随便拿一个无脑设定的角色，就是那种背景复杂、内心纠结层次多还带点小心机的类型。这些设定给了他很宽的发挥空间。面对人物跌宕起伏的心理变化，他反而不用死磕字正腔圆，反而显得他的台词很有生活气。这是很多硬派演员不容易做到的部分。你想想，早期那种一板一眼的表演，哪怕台词功底再好，也经常被说不够自然。数据层面不能不提，现在观众看戏的口味变了。光怪陆离的世界司藤这些剧，光靠台词功底撑场的演员反而没那么吃香，更看重角色厚度和演技层次。诚意虽然台词被吐槽，但他的角色选择和塑造绝对算是合格甚至有争议的亮点。热搜上那些说诚意演技退步或者台词功底被打脸的评论，很多其实来源是观众盯着某句台词机械拆解。他们没法接受这种矫情的情绪含蓄派，习惯了那种用力过猛的表现，结果就觉得诚意这波演戏没灵魂。提到活人感，台词的真正核心是情感的真实和自然表达，不是死死把字一个个送出去。活人不是教科书念稿，也不是舞台剧那样演给后排看的机械化演出，而是有生活的复杂度，有停顿和遗憾。你听过诚意采访的时候讲话吗？很真诚，也带一点不修边幅的随意感。他戏里戏外的差距，反倒说明活人感不是靠刻板练习能做出来的。回头再看他最近的剧，剧情节奏快，人物关系多线交织，编剧给的台词本身就不够拖沓浪漫，甚至有些刻意简单化。诚意索性用一种不用力的演法补充情绪反差。这做法我个人挺能理解的，放弃了传统把台词念漂亮的套路，转而去表现角色的内心挣扎和看似随意的情感小动作。这样反而让人物不至于成了会念词机，而更像旁边真实活着的人。有意思的是，粉丝跟路人的分歧就是在这个点上。粉丝讲究角色走心，希望看到演员感情流动自然。路人听惯了电视剧里那种有模有样的朗诵式表演，突然变成诚意这般淡化处理，就会觉得看着没劲，甚至觉得演员功底不够。这是口味不合的问题，而非演技就万能。演技是要对得住角色设定和故事背景的，别光盯着台词本身。说到真正考验台词功底的场合，话剧舞台无疑最难，也是最真实检验的地方。
程毅戏路不太可能挤进那种纯话剧化的演出风格，所以要是硬拿标准话剧演员的台词功底来打分，那对他这样靠影视镜头和细节演技发展的演员未免太严苛。还是那句话，热搜讨论程毅台词问题，多少带点挑刺的成分。演艺这行不光是嘴巴说的好听，更多靠整体表演传递情感，再沉淀观众共鸣。这也提醒观众，别只看一两句台词就上下评级一个演员，演技的多样性、角色设定的深薄度、剧情的搭配，都是真正支撑人们感觉到活人的关键。其实我挺好奇，未来影视作品会不会朝着台词更短、更口语化的方向发展？因为咱们看生活不是听诗朗诵，连着念几句生硬台词，早晚成犯困神器。程毅这波被翻车，或许是正好撞上观众审美转变期，每个演员都得学会更灵活的演出，顺应情感真实的需求。再严谨的台词功底，都得为角色情绪服务，而非反过来限制了表演的自由。不管怎样，屏幕上真正的活人不该只有漂亮念台词的演员，也不该只有大喊大叫的表情包。对演员演技质疑，也许别忘了给他们点时间，毕竟角色自己都还没彻底摸清楚，说什么才算真正入戏呢？程毅这次的台词风波，你怎么看？继续喷还是多给点耐心？毕竟演员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定论的事情。程毅的台词风波，其实折射出观众审美的分化与演员表演方式的转变。台词功底被质疑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并非坏事，它意味着程毅正在被更广泛、更苛刻的观众检视，也说明他的表演已经足够被讨论。只是，这种讨论若仅停留在台词像念课文没感情这些表层标签，难免显得片面。台词是演员传递情绪、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，但影视表演不同于舞台剧。舞台剧的台词讲究节奏与抑扬顿挫，必须送到最后一排，而影视表演更强调真实感，一种情绪内敛、贴近生活的自然流露。程毅的表达显然更接近后者，他的语调未必华丽，但在细微情绪的拿捏上往往精准。比如在《莲花楼沉香如屑》这样的作品中，他的语气、呼吸，甚至停顿，都服务于角色情绪，而非单纯展示声线技巧。这种收的表演方式很容易被忽略，甚至被误读成无力或平淡。事实上，程毅的演戏逻辑一贯是以情代词，他的角色多为压抑、克制型人物，这种设定决定了台词不会外放，不会激烈。要是他真像某些演员那样大开大合、声情并茂，反倒会显得违和。一个心事重重、内心复杂的角色，不可能每一句都咬字清晰、情绪饱满。那不是演活人，而是演戏。而程毅最难得的地方在于，他能在平静的语调里传递出暗流涌动的感情。那种轻微的停顿、低声的回应，恰恰是角色的情绪出口。当然，观众的期待也在变化。过去我们习惯了有技巧的演员台词标准、声音洪亮、表情明显，如今我们更渴望有温度的表演，不完美却真实。程毅的问题在于，他的自然有时显得过于克制，甚至让观众难以捕捉到情绪波动。但这恰恰说明他在探索新的表演平衡，不靠声量取胜，而靠内心推动角色。这样的尝试是成熟演员的必经之路。很多人说程毅靠角色设定撑表演，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。一个优秀的演员确实需要角色为他提供空间，但如何在设定之内延展人物层次，才是真正的功力。程毅在角色里添加了大量微表情、身体语言，甚至用沉默代替语言，这些都让人物更有呼吸感。与其说他台词弱，不如说他在用别的方式完成表演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
当前影视剧的语言本身正在口语化，过去那种抑扬顿挫、充满戏剧性的台词，放到当代影视剧里反而显得做作。观众越来越希望听到像人说话的对白，而非演员念稿。这对演员的挑战更大，因为说人话其实比念好词更难，它要求演员彻底理解角色的语境、节奏和心理。诚意的评语弹，也许正是顺应这种转变。一个演员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线性的，台词争议不代表能力退步，而可能是阶段性调整。诚意正在从技巧型演员转向感受型演员，这种过程伴随着风险，也带来新的可能。观众若能放下标准答案式的评判，也许能看到他更细腻、更松弛的表演路径。毕竟，真正的好演员不一定是声音最好听的，而是最能让你信以为真的。诚意的声音或许不完美，但他在用表演告诉观众，台词不只是说出来的词，更是藏在心里的情。这才是影视表演的灵魂。